41歲的 C 羅今晚梅開2度，帶葡萄牙5-0橫掃了烏茲別克斯坦。可比這5-0更狠的是，他這2個球，足球史上頭一回有人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上都进了球，前无古人。前2天我老馬押的是葡萄牙3-0，還說 C 羅能進球，結果人家贏得比我嘴裡說的還狠。這一場到底是怎麼踢的？咱先一個球一個球過。開場沒多久，葡萄牙就壓得烏茲別克斯坦喘不過氣， C 羅很快就梅開2度，一下把憋了整整一場的进球慌踹開，也把比分拉了開。左邊後衛努諾门德斯插上來又轟進一個，半場就已經是3-0。下半場更沒懸念，烏茲別克斯坦在一次角球防守裡手忙腳亂，自擺了個烏龍，4-0。替補登場的萊昂再下一城，5-0封盤。C 羅本人其實離帽子戲法就差一點，一記左腳抽射稍稍偏出，整场打下来，数据網站 Opta 給葡萄牙的奪冠概率早早就飆到了100%。90分鐘裡，烏茲別克斯坦幾乎沒打出一次像樣的還擊，控球、射門、跑動全被葡萄牙摁在腳底下。這就是一支奪冠級別的強隊，碾壓一個頭一回來世界杯的新軍，該有的統治力一分沒含糊。這場5-0分量不止在比分上，首戰葡萄牙被刚果金逼平，外界嘀咕了一路，說什麼效率不行，太依賴 C 羅。今晚等於把這些話一口頂了回去。3分到手，葡萄牙小組賺了4分，出現的主動權牢牢踩在自己腳下。接下來就是奔着小組头名，奔着淘汰賽一個好簽去的，一支夺冠熱門該有的樣子，今晚算是找回来了。不過今晚真正的主角從頭到尾就一個人 ，C 羅。一支球隊踢了個5-0，所有的鏡頭還是追着那個41歲的人轉，借着他這倆進球，咱好好掰扯掰扯。這個歲數早該退役的人，到底憑什麼還站在世界杯的中圈？還在一個一個的破紀錄。先說今晚刷的記錄，一個比一個離譜。頭一個也是最重的，他成了足球史上第一個在6屆不同世界杯上都進过球的人。這扇門從世界杯開賽快100年，沒有任何一個人推開過。第二個，這已經是他第6次踢世界杯，和梅西並列歷史第一。第三個，本屆揭幕的時候，他還是世界杯歷史上首發出場年齡最大的外場球員，再加上今晚這2腳，順手終結了他本屆的進球荒。一個41歲的人，一晚上把這些記錄摞到一塊兒，你說邪門不邪門？你可能對6屆都進球還沒概念，我給你橫着比一下就懂了。世界杯進球最多的那批傳奇裡，德國的克洛澤那個進球記錄前不久才被梅西超掉，他也就踢了4屆。巴西的貝利3奪世界杯，史上獨一份，進球也只分布在4屆裡。德國另一位金薛缪勒更是只在2屆裡轟炸，能在4屆世界杯都進球的，整個足球史扒拉下來都沒幾個。C 羅一個人把这個數字頂到了6，而且時間還在往後走。他要是再進，這記錄就是後人想破都沒處下嘴。把鏡頭從世界杯拉遠，看他整個生涯，數字更嚇人。代表葡萄牙出場200多場，進球140多個，這倆都是男足的世界紀錄。到今天沒有第2個人摸到。榮譽櫃裡5座金球獎，5座歐冠冠軍擺在那兒。歐冠的歷史總射手王也還是他，一個人就在歐冠進了140多個球，比不少球隊的隊史總和都多。一個把自己活成記錄機器的人，20年如一日的刷數據、刷冠軍，刷到最後連偉大这個詞兒都顯得有點不夠用了。光說國家隊還不夠，他的俱樂部生涯本身就是半部现代足球史。出道在葡萄牙的里斯本競技，18歲被曼聯看中，帶到英格蘭，跟着弗格森爵士拿了英超，拿了人生第1座歐冠，也捧起了第1座金球。2009年，他以當時的世界第1身價轉會皇家馬德里，開啟了銀河戰艦最輝煌的那幾年。9年裡轟了400多個球，把皇馬的隊史射手記錄頂到了一個後人幾乎夠不着的高度，還連着拿了好幾座歐冠。
之後又去了尤文圖斯，回了趟曼联，最後落腳沙特。一個人能在英超、西甲、意甲3大联賽都当過頂級射手，都拿過联赛冠軍，這種橫跨聯賽、橫跨時代的統治力，足球史上真找不出第二個。更難得的是，他這6届世界杯本身就是一部跨了20年的连續劇。2006年德國，他還是21歲，頂着一頭刺兒的小年輕。那屆最出名的畫面是英格蘭的魯尼在他們那场被罚下，C 羅轉頭衝自家替補席擠了幾眼，為這一下他被英格蘭球迷罵了好多年。2001南非、2014巴西、葡萄牙都沒走太遠，真正封神是2018的俄羅斯小組賽碰上如日中天的西班牙。33歲的他一個人扛着球隊，上演帽子戲法，開場就造點親自罰進，下半場又搶點扳平。到了第88分鐘，葡萄牙還落後1球，他在禁區前沿贏得一個任意球，對着西班牙那道人牆一腳刁鑽的電梯球掛死角，3-3絕平。那一腳那個轉身振臂咬牙的慶祝，被全世界球迷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，也成了他世界杯生涯最高光的一帧。可到了2-2卡塔爾，故事就有点苦了。淘汰赛他被主帅摁在了替補席上，对烏拉圭那個到底碰没碰到的進球，最後算在了队友毕费頭上。1/4決賽輸給摩洛哥，他是哭着一個人走下球場的。那一刻幾乎所有人都覺得這就是告別了。結果2年多過去，41歲的他又站到了北美這片草皮上，還在進球。這20年足球的戰術、規則、巨星換了一茬又一茬，唯獨他從那個毛頭小子一路熬成了葡萄牙的定海神針，也熬成了一段歷史本身。可能有人要問，都41歲了，憑啥還能首發，還能進球？答案就2字：自律。這麼多年 C 羅对身體的管理近乎变態，吃什麼睡幾個鐘頭，練到什麼份兒上，摳得苛刻的地步。別人放假躺平，他在家練；別人一退役就發福，他40多歲，體脂率還跟20出頭的小伙子差不多。這背後是一套外人扛不住的活法，菸酒一概不沾，請私人廚師按表配餐，一天的覺拆成好幾段睡，雷打不動。賽後還自己掏錢做冷療、做恢復，把身體当成最金貴的資產來伺候。2位23年，他轉會去了沙特的利雅得勝利，不少人說他這是養老去了，可他在那邊照樣一個賽季30-40個球地造。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他這塊招牌的號召力，他一帶頭，本澤馬、內馬爾、馬內、坎特這幫還在巔峰或剛過巔峰的大牌，一個接一個的往沙特跑，硬是把一個原本沒人正眼瞧的聯賽，短短幾個月就炒成了全球熱門。一個球員憑一己之力撬動一個國家的聯賽，這種事兒足球史上也沒第二個人幹過。天賦這東西，年輕時候大夥都有，可能把他一直保鮮到41歲的，全世界就這麼一個。還有一點是獎杯和數据之外的，C 羅早就不只是個球員了，他是這個星球上社交媒體粉絲最多的人，是個橫跨廣告、品牌的商業帝國，一舉一動都是全球新聞。可難得的是，回到國家隊，他還是那個最早到訓練場、最晚離開的人。葡萄牙這批20出頭的年輕人，很多是看着他的錄像，把他當偶像長大的。如今能跟偶像並肩踢一屆世界杯，對他們來說本身就是另一種傳承。那他到底圖啥呢？錢、名、记錄，他早就什麼都不缺了。可偏偏有一樣，他追了20年，到現在還沒摸到世界杯。2016年，他親手帶葡萄牙拿了队史第1座大賽冠軍——歐洲杯。決賽他早早受傷下場，卻在場邊像半個教練一樣又喊又指揮，硬是把冠軍給等了回來。歐洲他征服了，金球、歐冠拿得手軟，唯獨大力神杯一直差着那麼一口氣兒。對 C 羅這種人來說，榮譽櫃裡缺的那一格，比已經拿到的所有東西都更讓他睡不着覺。所以他41歲還在這死磕，
說到底就是衝着那一座去的。当然，圍着 C 羅也從来不缺争議。這些年最大的一个問號是，他到底還是不是球隊的最優解？連英格蘭名宿希勒都半開玩笑地說，如今的葡萄牙主帥怕是連把 C 羅換下場的膽兒都沒有。這話聽着是調侃，戳的卻是個真問題。而且這個擔心不是沒影的，上屆卡塔爾世界杯就真上演過，淘汰賽對瑞士，主帥聖托斯一咬牙，把 C 羅按在了替補席上，結果頂替他首發的小將貢薩洛拉莫斯一口氣兒打了個帽子戲法，葡萄牙6-1血洗瑞士，踢得行雲流水。打那以後，葡萄牙是不是沒有 C 羅反而更順的爭論就再沒停過。一個這麼大的腕兒，這麼重的話語權，到底是球隊的旗還是教練的枷鎖？一支本來以年輕快馬見長的葡萄牙，到底該圍着41歲的 C 羅來踢，還是乾脆讓他給年輕人騰位置？這本身就是這屆最有意思的懸念之一。可今晚這5-0，這梅開二度，C 羅用最直接的方式回了一句：我還能進球，這隊還得有我，也得給今晚的對手烏茲別克斯坦說幾句公道話。他們不是來送分的，這是他們國家歷史上頭一回打進世界杯，也是整個中亞地區第一支殺進世界杯正賽的球隊，綽號白狼。其實這一屆世界杯擴軍到48支隊，好處就在這兒，像烏茲別克、像約旦這些過去八竿子打不着的小國，頭一回能站上最大的舞台。一個常年沒啥存在感的中亞國家，預選賽最後關頭頂住天大的壓力鎖定出線，那一刻舉國是個什麼場面，可想而知。更有戲的是，帶他們歷史性出現的是個臨時主帥，真到了世界杯請來坐鎮的是2006年帶意大利奪過冠的那位金球級中衛卡納瓦羅。只是檔次差距擺在這兒，他們首戰0-3負哥倫比亞，今晚又0-5輸給葡萄牙，2戰連敗，學費交的是有點貴。可對一個新軍來說，這趟走下來全是往後用得上的家底。回過頭看葡萄牙這支隊，真不是只有 C 羅一個看點，中場有曼聯的畢費，巴黎的維蒂尼亞，都是世界級的發動機。鋒線上除了 C 羅，還有剛剛進球的萊昂，能突能傳的努諾門德斯，一幫又快又衝的年輕人，誰拉出來都能進球。正因為又有老練又有衝勁，賽前的奪冠熱門名單，葡萄牙一直掛在最前頭那幾個裡。真正的考驗在淘汰賽，能不能既用好 C 羅的經驗和門前嗅覺，又把年輕人的速度放出來。這道平衡題做好了，他們今年是真有機會一路往深了走。做砸了，又會是一段球星扎堆兒卻走不遠的老劇本。說起 C 羅，就繞不開另一個名字梅西。這20年，咱們這代球迷是真有福，老天爺一口氣兒塞給我們倆外星人。從2019到2018，整整10年，他倆一個在皇馬，一個在巴薩，把西甲的國家德比踢成了全世界球迷的節日，每個周末都像在看倆人單挑。10年裡，金球獎在他倆手裡來回倒，加起來拿了13座，把同時代所有的天才都生生逼成了背景板。一個左腳靈氣逼人，一個身體炸裂自律到極致，兩種幾乎相反的踢法，卻合力把人類足球的天花板一起頂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。這種神仙打架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你掰着指頭算算，倆人職業生涯加起來進了1700多個球，攬了13座金球，這種數字擱在足球史上，隨便哪個年代都不像是真的。咱們這代球迷是真真切切的把這場跨了20年的對決從頭看到了尾，所以今晚這場5-0這2個進球放回 C 羅整個故事裡看，分量就不一樣了。前幾天梅西剛在這屆世界杯封了王，把世界杯歷史第一射手揣進了兜裡。C 羅這邊41歲啊，還在為他唯一缺的那座世界杯苦苦的追。這倆人大概率都是最後一屆世界杯了。要是這一屆 C 羅真能帶着葡萄牙走到最後，摸到大力神杯，那誰是歷史第一人？這個吵了快20年的話題，怕是又得重新擺在桌面上掂量。哪怕走不到最後，一個41歲的人還能在世界杯上梅開二度，還能立下後人難破的記錄，光這件事兒就已經夠寫進史冊了。
說到底，足球的偉大從來不只看你拿了幾座冠軍，更看你把人能到的极限往前推了多遠。這一点上 ，C 罗早就赢了。等他俩一退，足球场上那种神仙打架的日子，不知道还得等多少年才能再见一回。所以你今晚看 C 罗踢球，看的不只是一场5-0，是一个时代正在慢慢谢幕。行 ，C 罗这场就给你唠到这儿，最後撂俩問題給你。頭一個，你覺得41歲的 C 羅這屆世界杯到底能走多遠？真摸得到大力神杯嗎？第二個，梅羅這對神仙打了20年，到了謝幕這一屆，你心裡到底站誰？評論區都說道。對了，這屆世界杯的復盤和預測我都做了，梅西破紀錄那條，還有英格蘭打加納那期，沒看的回頭補一下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下一場接着嘮。